天下大旱，罪在朕宫。望苍天启怜，降下甘露。陛下被雷劈了，快传太医！感谢平衡夜访青楼送的豪华游艇，感谢雷迪嘎嘎送的10个板砖。今天我带宝子们走进震撼的闪电世界，宝子们关注走一走，活到919，礼物刷一刷，主播带回家。太医，这都3天了，陛下的病到底能不能治？回皇后，陛下的病，臣实在无能为力，只能靠天意。陛下，我穿越成皇帝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3宫6院72妃，夜夜做新郎，人生巅峰啊！陛下醒了！狗皇帝怎么又活过来了？老天真不长眼，他活着，我如何垂帘听政？谁在说话？陛下，这里没人说话啊。那我刚听到的是什么？太医，快再给陛下把脉，看看陛下是不是被雷劈傻了。朕没事儿，快扶朕起来。后宫3000佳丽还在等朕宠幸呢。昏君果然是昏君，满脑子都是女人，迟早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放肆！是谁大逆不道，竟敢诅咒朕？陛下，这里没人说话呀。没人说话，难不成我能听到他们的心声？我竟然有了读心术！陛下，您可算醒了。这几天臣妾寝食难安，生怕陛下出事了。这娘们心里巴不得我死，表面还要扮作夫妻情深，虚伪。陛下躲什么？人家担心您，担心的小心脏砰砰跳。没想到皇后还是个心机婊，不过我喜欢，这身段真好。老奴参见陛下。陛下不顾个人安危及百姓之所急，以身引雷，真乃千古明君。老奴对陛下的敬仰，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犹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这太监还真挺会拍马屁。还好皇帝没被劈死，要是没了皇帝，咱家还怎么继续作威作福？大胆赵朕！陛下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的妈呀！这皇宫里人人都口是心非，拿老子当猴耍。那就让我们看看谁耍谁。陛下若身体无碍，那便去上朝吧。群臣正在推立新君，朕还没死，他们就敢立新君，给朕更衣。难不成刚成皇帝就要被废？陛下昏迷不醒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事急从权，本相推举襄王监国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反对！是谁藏头露尾？给我滚出来！太尉不在边境御敌，跑回京城做什么？陛下生命危在旦夕，身为太尉，我自然要回京，以免有人作乱。谢瑶，少在这里含沙射影，污蔑我！我有污蔑你吗？襄王乃陛下胞弟，由他监国，于理不合。我推举太子监国，皇后可垂帘听政。太尉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谁人不知道皇后是你外甥女，让太子监国，你好外戚干政吧？储君监国，天经地义。你推举襄王才是怀有私心，谁人不知襄王是你女婿？这帮乱臣贼子，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哎呀，各位爱卿，陛下，不好意思哈，众位爱卿，朕不小心还活着。我觉得选新皇帝这事儿吧，是不是也该问问朕的意见呢？昏君居然醒了，襄王的20万两已经收了，办不成事，怎么跟他交代？这昏君不死，我怎么当摄政王？怎么，这没死两位，看着很是不开心呐？
这两个杂种真该死啊！看到陛下无事，老臣顿感宽慰。此乃我大前幸事。昏君一笑，生死难料。今天有人要倒霉了。皇帝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莫非被雷劈坏了脑子，变成脑残了？我的表情管理到不到位？我是应该表现的悲痛还是开心？都是朕的好臣子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朕不在的这几天，诸位爱卿，尤其丞相和太尉的忠心，让朕长见识。我提个建议啊，朕要是驾崩了，丞相和太尉当陪葬昭陵。这狗皇帝命真硬啊！启禀陛下，我等忠心日月可见呐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们喜欢演戏，我就陪你们演，看我怎么玩死你们。刚才两位爱卿在为皇位之事争吵，朕提议这个位置还由朕来做，如何？不行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逼昏君下台，让襄王上位，绝不能让昏君得逞。他不下台，太子如何继位？臣反对陛下当皇帝。臣也反对。给朕一个理由。看来我是被架空的傀儡啊，不然这些人怎么敢说这种话？陛下登基以来，为君不仁，昏聩无能，此次被雷劈，便是陛下获罪于天的证据。若陛下罔顾天意，恐怕会导致灾难频发，百姓罹难。这话说出来是要造反啊！范云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胆敢废立皇帝，你想谋反吗？放肆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为大前社稷，为天下百姓，臣请陛下为太上皇，禅让皇位。你们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请陛下进太上皇禅让皇位。好个乱臣贼子，直接逼宫了，简直把我这个皇帝当狗耍。众爱卿，其实你们不提这一嘴，朕也早就想禅位了。比起做皇帝，朕更喜欢当一个昏君。可是这个位置传给谁呢？是给太子，还是给襄王？两位爱卿，给朕一些主意吧。陛下，这您就不用犹豫了，肯定是襄王即位，是正统嘛。太子才是国本。那到底是选谁呢？朕都快被急死了。不如你们二位打一架吧。此事还不能和范云撕破脸。陛下，传位一事不能急，需从长计议。唉，那朕岂不是当不了太上皇了，也不能跟3000佳丽花天酒地了。陛下当然可以与佳丽花天酒地，朝廷大小事务皆可交由臣和太尉打理。陛下以为如何？如今局势尚不明朗，我才不着急上岗。此举大善。陛下英明。丞相，朕以后不需要打理朝政，是不是可以多选点妃？自然可以。果然是昏君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给人姑娘都瘦成啥样了，腰都饿成了 A4 腰了，立刻送到朕的寝宫。今天晚上，朕给她喝牛奶补补。是谁这么没人性，把人家姑娘都打倒了？皇上，赶快送到朕的寝宫，朕过一会儿亲自给她治疗。Oh my king, Oh baby, my king, you look so cool. 哟，异域美女啊！这人肯定是异域派来的奸细，马上送到寝宫，朕要亲自审问。哦，这倒是新奇，这妞极品啊！来人，朕要另立皇后。昏君，
受死吧！想伤陛下，先杀我！护驾，快护驾！乱臣贼子，快放开我！狗皇帝，拿命来！护驾！快护驾！快护陛下！命令你们松手！美人，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昏君，我必杀你！陛下，此女叫柳若若，其父柳清源是抚远大将军，因贪污军饷通敌卖国，被打入天牢后斩。柳若若原本应送入教坊司，臣看她貌美如花，便让她参加选妃。举家遭难，想必有一肚子委屈无处的诉说，赶紧送去后宫。朕今晚要给她一些爱，让她回心转意。昏君果然是好色之徒，见了漂亮女人就昏头了。柳若若一定还有机会杀他。这家里有了，朕想与他们醉生梦死为长夜之饮，可这还缺一座酒池肉林。丞相能否拨点钱给朕？吃肉林长夜之饮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之前的味道？昏君一点没变。我要是变了，你们不得起疑心？如今国库缺钱少粮，陛下想要钱，便自己想办法吧。没钱都是老中医，想给我整偏方，那就看看谁的道行深。唉，那好吧。昏君想搞钱，无非就是压榨百姓，这样骂名就由他来承担，好处我来。小美人们，朕来啦！是不是等我等的心都碎了？大长腿，小蛮腰，不是狐狸就是骚。波涛汹涌，蔚为壮观。做女人挺好。终于能尝尝西餐的味道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真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昏君，今天我定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没完了是吧？还想刺杀我？昏君，受死吧！你们都出去！白天你都杀不了朕，晚上你就更别想了。说，是谁指使的？我乃替天行道，没有人指使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替谢瑶隐瞒？狗皇帝怎么知道谢瑶是幕后主使？我绝不能出卖谢瑶，否则我全家性命难保。这时候还要护着谢瑶这个老逼得？谢瑶是不是承诺你，只要杀了朕，就放了你们全家？这狗皇帝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不对，他肯定是在诈我。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刺杀皇帝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都会被株连九族。谢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放了你的家人。不可能，太尉大人不会食言的。他说你就信？你还真是个傻妞。你才傻呢！想救你的家人吗？答应朕一个条件，我就放过他们。什么条件？今晚你把我伺候舒服了。美人，你越挣扎，朕越兴奋，朕会让你体验飘飘欲仙的感觉。滚开，昏君！你完成的，废了，废了，快松开！你先答应我放了我家人，我就住手。好，朕答应了。昏君，我信你一次，若是有变，我定杀你。果然最毒妇人心。只要你放了我家人，我愿做牛做马伺候陛下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来人，传旨：柳青贪污军饷，通敌叛国，其罪当诛。朕念其往日功绩，贬为庶人，放出天牢。我爹是被污蔑的，这不公平。只有弱者才追求公平，强者只会解决问题。我爹都成平民了，如何解决问题？放心，我会帮你解决。穿越第一天就拿下一血，当皇帝果然爽。你的表现不错。你得偿所愿了，答应我的事
该兑现了吧？让你爹去准备一笔钱，准备钱干什么？当然是献给朕，这样朕就有借口提拔他了。你看多简单！你这是打算卖官鬻爵？我要修酒池肉林，但国库没钱，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连卖官鬻爵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果然是昏君。还真是个傻妞，老子不这么干，怎么才能师出有名？陛下，丞相有要事，请陛下前去相商。柳青，你不在天牢好好待着，进宫来干什么？陛下已任命我为禁军统领。柳青听说朕要建酒池肉林，就送了朕500万两，我总不能白拿他的钱吧？就让他当禁军统领了。昏君真是不要脸，为了钱色竟然对刚卫如此儿戏，把卖官鬻爵说得如此直白，也是没谁。皇后就算了，你还骂，帮你爹还帮出错来了，果真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陛下卖官鬻爵，就不怕天下百姓骂你是昏君吗？骂就骂呗，反正我又听不见。哼，丢人！昏君这是准备当滚刀肉了。骂吧骂吧，我不在意，夺回权力才是我的终极目标。陛下，柳青品行跌劣，绝不可委以重任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做梦！钱都进了朕的腰包，想让朕拿出来，门儿都没有。对了，丞相，你让朕上朝有什么事儿吗？陛下，花国陈兵30万边境，意欲攻打我朝。这种小事你和太尉处理就行了，让朕来上朝，这不耽误朕的时间吗？皇帝这是打算彻底躺平了吗？我要是不躺平，你们不就让我躺尸了吗？姿势体大，臣等不敢擅专。区区罪儿小邦也想挑战我大前天威？哼！太尉，立即出兵，给我灭了他！张口就出兵，无知狂妄！陛下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臣主张和谈。跟一个弹丸之国和谈，朕不要面子吗？你一个昏君还要什么面子？一个傀儡还敢妄言？居然鄙视我，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们！陛下，和谈只是权宜之计。既然太尉这么说，就宣花国使者进来见见。宣花国使者觐见。大胆，为何不参拜陛下？上国之臣不拜下国之君，罪儿小国也敢自称上国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来人，给我拖下去剁了喂狗！我远在花国时，听闻大前皇帝乃是昏庸无能之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所言非虚。胡说八道！朕乃贤德之君，堪比尧舜。就你这样的昏君，还敢自称贤德？猪圈里找只猪当皇帝，都比你贤德。堂堂一国之君，竟然被人拿来和猪比，真是千古奇谈，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靠，被这小妞看扁了。似这等天下1等1的昏君，就该退位让贤。啊！大胆，竟敢辱骂朕！今日不杀你们，难解我心头之气。皇帝要干什么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这是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来来来，有种你往这儿看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来呀，昏君！给你们昏君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KO！ 贱货，非让我看，如愿了吧？天哪，皇帝疯了吗？居然敢杀花人！这皇帝何时如此残暴？杀一个小八嘎也值得大惊小怪。好你个昏君，居然敢无罪而诛，擅杀我花国使臣！
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可没擅杀使臣。堂堂一国之君，居然敢做不敢当！哼，是他叫我杀，我才杀的。像他这种嗜好，我这辈子都没听过。这话听上去好像没毛病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他还让你退位让贤呢，你怎么不退位？我也想退位啊，但是实力不允许啊，大钱离不开我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好，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我代表花国向大钱宣战。丞相，花国向我大钱宣战，该如何应对？杀人时无所畏惧，听到打仗就当缩头乌龟，真是丢人显眼。莽夫，这叫以退为进。花国有30万大军，陈兵边境，炮坚船利，定然锐不可当。臣建议量大钱之物力，结与花国之欢心。妈的，原本以为范云是个人物，没想到是个投降派。太尉以为如何？臣附议，大钱土地广袤，割一点地不足挂齿，财政也充裕，赔一点款也无伤大雅。你就不丢人了？软骨头还想当摄政王，老子早晚嘎了你！还有反对意见吗？臣反对。还有谁反对？昏君看到了吧？满朝文武皆不敢战，你还不跪地起降？你跪下来求我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让你的美人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想让朕跪地求饶？对。想让朕受胯下之辱？对。想让朕的女人服侍你？对。若朕不答应呢？那就开战！你要战，我便战。我有大钱子弟千万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大战一起，必定民不聊生，还是割地赔款吧。住嘴！我大钱不称臣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再有言降花国者，如同此人。杀伐果决，昏君倒是有几分血气。不称臣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没想到昏君还有这等见识，若用在正道，不失为一代明君。明君，狗都不如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吃得比猪差，干得比牛多，谁当谁是傻子？又杀我使臣，你这放肆的昏君！昏君这是被雷劈坏了脑子，怎么变硬气了？大钱皇帝就是要硬气。你们给朕记住，朕是昏君，不是懦夫。帝王有帝王的骄傲，朕就算死也不会屈膝投降，想割地赔款。你们打错了算盘。一个昏君还有骄傲，不怕人笑掉大牙吗？赵朕，传旨，全国征兵，身高过车轮者全部入伍。朕要与花国打一场灭国之战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皇帝这是不打算过了吗？准备破罐子破摔？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。昏君，你想好没有？真不怕鱼死网破啊？怎么，你怕吗？我怎么会怕呢？我只是觉得为了2个人而打一场国战，不值当啊！对，打仗是要死人的，我们换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纷争。我国有坚船利炮，士兵更是骁勇善战，也不愿欺负大钱。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敢问真卿先生，什么机会？5日后我们举办一场比试，3局2胜。若你们输了，就乖乖的割地赔款；若你们赢了，我国便退兵。我大钱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还会怕你们这群小八嘎不成？若你们输了，年年纳贡。好，5日后咱们比试场上见高低。大钱皇帝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今日的比试你直接认输吧，这样还会给大钱留点体面。我为何要认输？谁人不知你整天纸醉金迷，花天酒地，是天下1等1的昏君？大钱的有识之士都亏影山林，
有谁愿意替你出战？没人，我一人便可当100万的兵。台下都是金榜题名之人，对付你们这群小巴哈，还不手拿把掐？狂妄！大前皇帝，你敢不敢加诛？陛下，花国人没安好心，切莫上当。皇后这是担心朕。做什么美梦？我是怕你给我儿子留下个烂摊子，你居然以为我在关心你？老娘巴不得你早死，给我儿子让位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啊！大前皇帝，你是不是怕了？老子好歹是穿越人士，会怕你们这群小巴吗？说，你想加什么注？比试分3局，第1局我跟你赌一条胳膊，第2局我跟你赌一条腿，第3局我跟你赌命。好计谋，不枉我大笔金钱收买你。杀了你，还真是众望所归啊！好你个范宇，居然敢勾结花人，这可是原则性问题。赌，不过你们输1局，我就杀1人。我若输了，就按照你说的来。说吧，你们想比什么？第1局，我们比运气。这里有10杯酒，1杯毒酒，9杯美酒，你我两方各挑1人，谁喝到毒酒谁就输，上来就以命相搏。你们这群小八嘎果然变态！如果害怕，你可以认输，交出你的胳膊，让我一节一节的把它敲碎，那个声音一定会让所有人陶醉。让我认输，做梦！你们派谁出战？这毒都是我下的，等着输吧。来阴的是吧？那走个流程吧。皇后，这一局你来出战吧。昏君这是让我去送死吗？难不成他看我不顺眼了，想让我给柳若若让位？小样，让你整天怕我死，看我怎么吓死陛下，臣妾一向运气平平。皇后过谦了，爱笑的女人运气不会差。轮到你了，八嘎，你到底要选哪杯？狗皇帝害我！快喝，快喝，喝下去一切就结束了。慢着！皇后，不如让我给你选，如何？看来狗皇帝不整死我是不罢休。皇后，这是不相信朕的龙运吗？鬼才信！那就有劳陛下了。皇后不给朕点鼓励？对对，就选这杯。放下，放下！走狗屎运了！喝掉，喝掉！这杯有毒，千万别选！放下，快放下！皇帝在瞎捣鼓什么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皇后，咱们两个很久没喝交杯酒了，今天你陪朕喝一次吧。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种话，昏君还真是不害臊。皇帝这是要陪我一起死吗？不，我不想死。相信我。看来皇后的运气还真是……这竟然真的没毒，这是运气。现在压力给到你，喝吧。
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认输！八嘎，他都认输了，你还杀他？谁喝到毒酒谁就输。你说的，口头认输不算。你。行了，下一局吧。你想比什么？比柔道。诸位爱卿，谁愿为国出战？哼，怎么，你们这是怕了吧？没人敢出战，是不是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？柳青与我有仇，如今又掌握了禁军，绝不能留下这个祸害了。果然是个老狐狸，这手寄出去，眼中钉又断了我的臂膀，不能让他得逞。陛下，没想到太尉会毛从自荐，朕心甚慰。果然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传旨，加封太尉、太子、太傅。气氛烘托到这里了，我就不信你个老东西会拒绝。皇帝这是把姓谢的架在火上烤，谢瑶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狗皇帝是要逼我去送死吗？该死的是柳青。陛下，臣也想为国出战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臣死则死耳。但臣若输了，陛下有个意外，臣万死难赎。因此，臣推荐禁军统领柳青出战。不行，我爹年纪比你还大。老夫也是为了他好。柳青犯下大罪，却被委以重任，朝野愤愤不平。若他能为国出战，赢得比赛，便可平息争议。陛下，臣愿为国出战。陛下，臣愿替父出战。若若不可莽撞，花国人最善柔道。我好歹也是将门出身，会怕他们吗？柳若若，你当真可以？我柳家女愿替父请战，驱除外贼。柳家忠烈。呵呵，你们大钱的男人都死光了吗？居然派一个女人出战！大钱男人都是软蛋，只配给我们当狗。花姑娘，你得跪下来，大喊3声“爷爷，我认输”，然后从我的胯下爬过去。废什么话？要比就赶紧的。没想到这个小妞居然这么厉害！阿卡亚路，阿卡遇到硬茬了，用毒粉给我弄死他！糟糕，小爸妈要用损招了。小心有诈！六若，陛下，若若她。哈哈哈哈！大前皇帝，现在知道心疼了吧？给你机会让你认输，你也不珍惜啊！血债必须用血来偿。下一局，我挑战你们所有人，细分高下，一决生死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没想到皇帝还是个痴情种子。昏君这是准备殉情吗？这可是个绝好机会。陛下若要比试，当留下传位诏出。对，陛下若败，大前社稷危矣。你们就这么笃定朕会死在这群小爸妈手里？刀兵凶险，谁敢保证陛下会赢？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为了江山社稷的忠臣良将！此乃为臣本分。那你就本本分分做好你的臣子，不要整天想一些危险的事。皇帝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在警告我吗？莫非他发现了什么？来人，将柳妃送到寝宫，命太医救治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既然你想找死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阿哥亚路，你居然敢杀我花国使者！大前皇帝，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就你这种软蛋，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，想让我放过你？跪下来求我呀！
大千皇帝饶命！饶命啊！下辈子记住不要太嚣张。哎呀，忘记了，这支枪只有1发子弹。八嘎呀路，你居然敢戏弄我！真秦桑，你也太冲动。我这把枪是双筒的。八个呀路，你的大大的狡猾！你可以再赌一把，赌我枪里还有没有子弹。八嘎，早知道他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就不该趟这浑水。算了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只能对不起襄王了。没想到小八嘎跟襄王也有勾结。大千皇帝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此事事关你的生死。哦，事关我的生死，说来听听。糟了，真秦也说要反水，绝不能让他供出我和襄王来。还不快点动手！要是他供出你，就等于把我架火上烤了。好狠！皇帝为什么不阻止范云？难道他看不出范云在杀人灭口？柳青还真是个耿直 boy， 一点政治智慧都没有，得找机会提点提点他。花人最为狡诈，臣怕他伤害陛下，才出手杀了他。幸亏丞相及时出手，否则他再出刀，朕恐怕就必死无疑了。该死的范云，碍事！原来皇帝枪里最多装2发子弹。不过，他说有人要杀朕，朕不得不防。赵震，老奴在。朕命你即刻组建西厂，给朕好好查，是谁想杀朕？陛下，何为西厂？何谓西厂？朕就来告诉你，西厂就是朕的耳目，三司不敢管的事儿，西厂来管；三司不敢杀的人，西厂来杀。一句话，三司管得了的西厂要管，三司管不了的西厂更要管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，够不够清楚？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那我赵震岂不就成了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只手遮天呢？若真让昏君建了西厂，我等岂不是要活得战战兢兢？我就是要让你惶惶不可终日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宦官当政，疑惑无穷，误国误民啊！臣附议，万一西厂为了私利，罗编罪名怎么办？断人财道犹如杀人父母，你们最好祈祷别栽我手里，否则我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继续保持这种状态，我就喜欢看狗咬狗。请陛下三思。哪来那么多三思？赵震从小伺候朕，朕相信他。陛下英明，老奴定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把这些小八嘎的尸体都挂城门口，再雇100个说书先生，把朕今天大战花人的功绩讲给百姓听。为了让百姓能够听清楚，要一连5天不断的重复、再重复的讲，务求让百姓重复再重复的了解每个细节。贱笨！太医，柳妃伤势如何？回陛下，娘娘吃了大还丹，伤势已无大碍。有什么想问的，说吧。范云明显是在杀人灭口，陛下为什么不追究？追究下去有用吗？真禽野兽供出范云，接下去我该怎么办？自然是将范云和襄王下狱问斩。就凭花人一句话，我就是杀了当朝宰。百官如何看朕？天下人如何看朕？你一个昏君，还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？就算朕不在乎风评，朕若把范云杀了，范云的那些心腹爪牙怎么办？他们会投靠谁？应该会投靠太尉。谢瑶已经控制了大前5成兵马，再加上范云的心腹爪牙，大前就要改朝换代了。别人都说皇帝是昏君，看来他们都看走眼了。你别看走眼就行了。莫非皇帝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朕知道你是忠臣，但做忠臣要想做事，一定要学会用脑子。奸臣很奸，忠臣就要比奸臣更奸。臣受教。朕给你5天时间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范云和谢瑶安插在禁军的人全部踢出去。是陛下。你放个风出去，就说你要再出500万里买抚远大将军之位。是，臣告退。爱妃，你终于醒了。
谢陛下关心。陛下刚才是在教我爹为官之道吗？你爹是典型的武将，考虑问题直来直去。我要是不教他，他得被这群官场老油条虐成渣。官场之上波诡云诡，阴谋迭出，我爹的性子确实不适合，所以我才把他安排在禁军统领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就一个要求，对朕绝对忠心即可。陛下刚才让我爹放风，是准备干什么？当然是坑人了。坑谁？谢瑶、范云和襄王。殿下，大喜！喜从何来？臣听到一个消息，柳青正在四处借钱。这算什么喜事？柳青借钱是准备买抚远大将军之位。皇帝是疯了吗？连抚远大将军之位都敢卖？他敢卖，我们为何不去买？殿下想上位，最缺军队支持。抚远大将军手下有30万边军，若我们能拿下抚远大将军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招？可是萧达会卖给我们吗？肯定会。昏君之所以卖官鬻坐，是因为他想要钱供自己挥霍。只要我们出的钱够多，我觉得昏君连老婆都愿意卖。有道理，不管花多大代价，也要把他拿下来。有本早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奏。丞相有什么事？臣听闻陛下要将抚远大将军一职卖给柳青，是否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丞相有什么想法吗？皇帝这是疯了吗？连边军的统兵之权也敢拿出来拍卖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。如果陛下想卖，臣想买下来。不行，绝不能让范云得逞。我必须想法拿下抚远大将军一职，这样一来，大前80%以上的军队就在我手里了。我想让谁当皇帝，谁就是皇帝。野心都不小啊，可惜遇上了老子，老子让你们亏得底掉。陛下，臣也想买。你们这样做让朕很为难啊！朕已经答应了柳青，既然是买卖，自然是价高者得。那好吧，我们就现场拍卖吧。各位爱卿，欢迎大家参加本次拍卖会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好，下面我们拍卖抚远大将军一职。诸位，朝廷出品必属精品，抚远大将军可是正儿八经的实权派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买不了上当，真正的物有所值啊！底价100万两，现在起拍。诸位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，这里面的水很深，不是你们能趟的。丞相，你不讲武德啊，当着朕的面威胁他们，当朕不存在吗？陛下说话要有证据，我有威胁他们吗？没有。奶奶的，跟我玩阴的是吧？你还是嫩了点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100万两，有没有出价？我出300万两，我出350万两，我出400万两，我出450万。我的家产也就800万两，若能拿下抚远大将军，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看来谢瑶的底线是800万两。我出600万两，750万两。我出800万两。若让谢瑶拿下这个位子，还有襄王什么事？只能硬拼了。我出1000万两。好啊，这范云比谢瑶更废，意外之喜赚翻了。范云，你这是要跟我作对到底了？太尉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跟你作对？既然是拍卖，规矩就是价高者得。你如果想买，加价就行了。没钱的话就别废话了。哼，算你狠。1000万两，还有人加价没有？1000万两一次，1000万两2次，1000万两成交。恭喜丞相拍下抚远大将军一职，掌声在哪里？陛下，您答应把这个官职卖给我的，
您不能言而无信呐！朕给你机会了，可你不中用啊，朕有什么办法？陛下若不给我爹一个交代，以后就别进我房间了。爱妃别生气，朕再想想。有了，朕让柳青当刺相，如何？大前有刺相这个官职吗？朕说有，他就有。敢问陛下，何为刺相？刺相就是丞相的副手，上承天子，下总百司，辅佐丞相处理朝政。皇帝这是想干什么？分我的权吗？皇后常在朕面前唠叨，说丞相整天日理万机，很辛苦，让朕想法帮丞相减轻一下负担。朕就想出这个主意，底价100万两。我什么时候跟皇帝说过这话？皇后这是在给我制造机会，插手朝政，绝不能错过。原来是皇后在背后搞鬼，绝不能让她得逞。是我在搞鬼，皇后就是个冤大头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拍卖开始。我出300万两。我只剩200万两，完了，坏菜了。没钱了，那没意思了。我出500万两。我出600万两。我跟柳青有仇，若这个位子让柳青拿下，岂不是等于多了一个敌人？绝不能让柳青得逞。陛下，我怀疑柳青在这里哄抬价格，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。对，陛下，我觉得应该查一下他的钱够不够。这是日升昌的750万两本票。这钱你哪儿来的？我柳家好歹也是100年世家大族，只要振臂一呼，再多的钱也能借来。既然柳青有足够的钱，那就继续拍吧。还有人加价没有？我出800万两。800万两，还有人加价没有？800万两一次，800万两2次，800万两3次，成交！恭喜太尉拍下刺相一职，掌声响起来！小钱钱真心甜，鼓钱包放腰间，多努力战贼鹰，大国梦早日圆。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。堂堂一国之君，钻钱眼里去了，也不嫌丢人。世人慌慌张张，不过是图碎银几两，偏偏这碎银几两，可解世间惆怅。萧达，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你居然在朝廷之上公开纳贿卖官，就不怕败坏朝纲？皇后这是说哪里话？我这么做，可都是为了你啊！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为了我？我退位已成定局，现在大臣在太子和襄王之间摇摆不定，你可知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太子年幼。错，大错特错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文官都是范云的人。这跟你卖官鬻斋有什么关系？刺相的权力仅次于范云，他上任后，肯定有很多人会投靠他，这就等于投靠太子。一升一降之间，太子地位不就稳固了吗？妙啊！皇后好可怜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果然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万一百官上行下效怎么办？西厂是吃干饭的吗？先建西厂，再帮太子培植班底，皇帝什么时候有这份心机了？糟糕，要露馅！朕帮了皇后这么大忙，皇后该怎么感谢朕？陛下想怎样便怎样。朕新研究了一种玩法。回波罗时清新，珠圆玉润佳人，风情婉约千种，仙香醉梦迷心。淫词艳诗，好没羞耻！昨晚红帐翻滚，也不知谁热潮汹涌。谁让你挑逗我？你就是馋我的身子，下贱！谁让你长这么漂亮？你卖官的钱准备怎么花？原本就想建个酒池肉林，但他们实在给的太多了。所以呢？朕要迁都。什么？朕准备迁都洛州，众卿以为如何？啊！皇帝这是疯了吗？迁都这种馊主意，亏他想得出来。
乱拳才能打死老师傅，就要让你们摸不准我的。臣反对。北方贫穷，气候寒冷，多有不便，况且迁都耗费巨大，所需无数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根本无法支撑。国库空虚就不能迁都吗？大钱有几千万青壮，每人服1年徭役，不就行了吗？那个10年神将病，说不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。昏君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。臣也反对。洛城靠近北疆，若蛮族来犯，则国基不稳，江山难安。胡说八道！京师北迁，正好可以震慑北疆。昏君什么时候有这份见识了？还是……我操，这是露馅了，得找个人甩锅。柳青说过，只要朕坐镇洛城，就顶100万大军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我可以不背这口锅吗？原来是柳青在搞鬼，难怪皇帝说的头头是道。陛下，迁都乃亡国之举，切莫听信小人谗言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迁个都就能亡国，朕还不信了。你们越是不想我做，我就偏偏要做。照朕传旨，征集200万徭役及天下能工巧匠，建造洛城神都。老奴遵旨。陛下乱命，臣不奉诏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丞相为何要反对萧达迁都？这可是扳倒萧达的绝佳机会。殿下是不是以为迁都征发徭役会闹得鸡犬不宁，引起民怨沸腾，百姓会骂昏君穷奢极欲、残暴无道？对，百姓骂你，你能听到吗？兴建新都糜费甚巨，绝对是一块肥肉，所有人都会盯上这块肥肉。你觉得皇帝会把这个活交给谁？肯定是工部，工部尚书是我们的人，我们可以顺势捞上一大笔。殿下还是年轻了，我们的势力在金陵城，出了金陵城，我们的话语权就会很弱。为什么？因为县官不如县管，洛城的士族绝不会让我们插手此事。陛下为何执意要迁都？金陵乃是士族100年的苦心经营根基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。他们上钩下连，各谋私利，要想斩断他们之间的利益往来，已断无可能。的确如此，如今金陵城全是腐诸文臣的天下，与其在泥潭里越陷越深，不如另起炉灶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，才能杜绝大钱继续腐烂下去。可国库没钱，该当如何？你以为国库真没钱吗？每当政策触及到士族的利益，文臣就会用国库空虚当幌子来反对新政。岂有此理！难道就没办法治他们吗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。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办法不在官场，在民间。走，陪朕出宫去看看。活够了吧你？这是京城，你知道家父谁吗？家父张耳霍。撞了人要认错。家父张耳霍。认错。家父张耳霍。姐姐，我错了。算你识相。有病吧你？你知道我爹谁吗？家父张耳混，家父张耳混。敢在我面前嚣张，不想活了吧？赵震，拿下！你摊上事儿了！你摊上大事儿了！家父张耳赫！赵震，派人去把张耳赫抓来。哼！流放岭南。大人，你还没审呢。那就审审。
认罪吗？我当然不认啦！那就对了，去了岭南你就认了，流放岭南。凭什么呀？妖姬你个8万，居然敢咆哮公堂，罪加一等！我哪里咆哮公堂了？还咆哮，再加一等！你再咆哮，我再加，我就不信加不到你斩立决！大人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杀你就杀我，放了我儿子。放你儿子，我不要面子吗？来人，拉下去，砍了！慢着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家父张尔赫，大前首富。我操！真是踏破字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我今天真是有眼不识258万，有眼不识全银色一条龙啊！没想到你就是大前首富，久仰久仰。张尔赫不过区区一商贾，也值得陛下低三下四。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陛下富有四海，会有求于一个商贾，求他什么？自然是求财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儿子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上昏君。昏君贪财，天下皆知，今天恐怕要大出血了。陛下，有事您说事儿，别看着我笑，挺瘆人的。你家有多少钱？我要告诉昏君，我家有1万万两吗？财不露白，万一说了，昏君见财起意杀我全家怎么办？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靠，这狗大户居然这么有钱，真是人比人气死。陛下若想要钱，说个数吧，只要我有，我倾家荡产也帮陛下凑出来，只求陛下饶过我们全家。朕不要你的钱，朕要跟你合伙做生意。陛下，您没糊涂吧？您跟他合伙做什么生意啊？兴建新都。兴建新都怎么可能是生意？皇帝的脑子肯定是有病。我出2000万两和地皮，占70%份子；你们家出1亿两，占30%份子。明明可以明抢，却还要假装给张家30%份子，昏君果然无耻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皇帝怎么知道我有1亿两白银？莫非他在我身边安排了探子？这不公平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这不公平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公平？你居然想跟我谈公平？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要记住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朕赐给你才是你的，朕不给，你不能抢。陛下所言极是，能跟陛下一起做生意，是我们3生修来的福气。1亿两，我出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爹，昏君这就是在强取豪夺，比我这个纨绔还坏上100倍。碰上这种昏君，算我们倒霉，只能想法将损失降到最小了。陛下能否多征些徭役，这样可以节省成本？朕不打算征徭役，朕准备采取雇佣制。万万不可！若采取雇佣制建造新都，别说1亿两银子，就是10亿两银子都不够。亏你还是生意人，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。皇帝又想整什么幺蛾子？还请陛下指教。咱们花钱雇人，他们有了钱总要吃喝拉撒睡，行动坐卧走吧。你再开几家粮店、布店、客栈，这钱不就又回到你手里了吗？就算他们不花钱消费，等新城建好，他们手里攒够了钱，咱们可以卖房子给他们啊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万一他们不买房呢？朕可以迁天下富户到新城，我就不信房子卖不出去。果然无商不奸，你们1分钱没花，白得了一座新城。没想到昏君居然是做生意的高手，一定要抱紧这条大腿。陛下若想与我合作，
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吾漂泊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。陛下若不弃，吾愿拜为义父。俺也一样。人才啊！你们是父子，都拜我为义父，于理不合吧？以后我们各论各的，他管我叫弟，我管他叫爹，还请陛下成全。好吧，随你们吧。拜见义父。二弟，爹，造孽啊！值此良辰，当把酒言欢，义父可有兴趣？这就是你把酒言欢的地方？对对，义父来都来了，不如进去看看。爱妃，你可要为我作证，不是我主动要逛青楼啊，实在是盛情难却。你心里肯定乐开了花吧？我的内心其实拒绝的，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腿。信你才怪！义父果然和我是同道之人，义父等等我。张大少又帅了，张公子你又长高了，张少想死我了。赏！谢谢张大少。没想到你这个义子还挺受欢迎。这样的冤大头谁不喜欢？哟，张少，你有日子没来了，可想死我了。老鸨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义父，他受伤了，你去叫几个姑娘来，帮我义父好好疗伤。张少放心，我这里有几位刚来的姑娘，保你满意。是金鱼还是木鱼？什么是金鱼木鱼啊？姑娘，金鱼只能看，木鱼是可以摸的。义父想要木鱼还是要金鱼啊？木鱼。金鱼。那就金鱼木鱼一起上。鼎鼎啊，温柔乡就是英雄种，容易消磨人的意志。你还年轻，不应沉迷于此。谨得义父教诲。以后这种场合，为父替你出席，如何？你们干什么？没事，我们没事。鼎鼎，你不会舍不得吧？义父能带我出席是我的福气，我怎么会舍不得？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，这义父还真是个双标狗。居然敢骂我，看我怎么治！那个谁，湘君是吧？今晚你来陪我。义父，湘君是金鱼，只卖艺不卖身。我睡完了他，不给钱就不算卖喽。这话没毛病，义父果然是义父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范少，您可算来了。如今民生多艰，百姓困顿，家国飘摇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只知流连花街，仰向燕语狂欢，不死何为？范公子高义，不畏强权，当面直斥昏君，实乃吾辈楷模。这人谁啊？脑子有病吧？此人丞相范云之子范征，号称京城第一文豪。哦，他这第一文豪真有才学吗？不会是拼爹吧？昏君，别以为你是皇帝就可以血口喷人。我范征的才学是大伙公认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范少才华横溢，学识渊博，令人敬仰。时无英雄，遂使庶子成名。昏君实力一般，口气却不小。你一个不学无术的昏君，也敢在本少面前掩眼狂吠？你说谁不学无术呢？我义父。哟，他成你干爹了，果然臭鱼配烂虾，乌龟找王八。跟你混的除了会吃喝嫖赌的草包，还能有什么人？姓范的，你把这话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狗腿？被人骂成草包，居然不生气，昏君是气量大，还是习惯了？鼎鼎，坐下。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咬回去不成？几位，今天是湘君疏拢的大喜之日，别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。10万两，湘君的初夜我要了。啊！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，对不对，湘君姑娘？不好意思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昏君吃瘪了吧？那湘君姑娘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喜欢才子。巧了，我除了很有钱，还很有才。这种虎狼之词也敢说，他就不怕被人打脸吗？
我没听错吧？你很有才，你脑子有包吧？敢说这种大话，你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一个只会玩乐的昏君也敢成才子，那我岂不是状元了？不要脸的，但这么不要脸的皇帝，真是长见识。两位，不如你们比试一番。想做湘军的入幕之宾，必须在才艺比试中胜出。怎么样，昏君，你敢比吗？他肯定不敢。范公子文才风流，昏君哪是你的对手？别说昏君不是范公子的对手，就是我出马，3个昏君也比不过我。义父，还是别比了，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儿，咱还是用钱砸吧。10万不够就20万，20万不够就100万。打住！骑自行车逛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我这个人还是喜欢白嫖。粗俗！姓萧的，别以为你是皇帝就能跟我抢女人，做梦！梦想总要有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若才艺比试我赢了，你脱光了绕着城墙跑3天3夜。我去，这赌注也太损了。不过我喜欢皇帝裸奔，肯定万人空巷，我得提前去占个好位置。同去。陛下，千万别答应他。若你真去裸奔，就会威信扫地，范云就会借机发难。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？狗咬吕洞宾。你输了怎么办？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我输了，随你处置。你要是输了，给我200万。昏君这是不敢比了，才用这么大的彩头吓唬范征吧？就这点钱换昏君裸奔，赚了。没问题，你输定了。老子好歹是书读唐诗宋词的穿越者，千古名著多不胜数，会输给你个小卡拉吗？没问题。湘君姑娘，出题吧。比试3局2胜，第1局以桃花为题，一炷香为限。区区桃花诗，何须一炷香？7步即可。7步之才，范公子不愧是京城第1文豪。你先想着，我先去方便一下。昏君这是要脚底抹油，留之大吉吗？牛皮吹得震天响，一动真格就秒缩，太丢人了。哈哈哈，昏君，你这是做不出诗，想跑路了吧？范征，休得猖狂，不许你污蔑我义父。哼，我猖狂又如何？他敢做，就不许我说吗？妈的，要不是你爹是丞相，老子把你打出屎来。倒是有点孝心，但不多。昏君，你要想跑也可以直接认输啊。诸位，想不想看昏君裸奔？我裸奔！谁说我要跑了？区区桃花诗，我信手拈来。都这时候了，还说大话！昏君，今天你要是能写出1首桃花诗来，我就给你磕10个头。要是我能写出10首，那我就给你磕100个。要是你写不出来，给我把鞋舔干净，从我胯下钻过去。可以。义父，咱能不能别吹牛了？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？像，非常像。滚！我没你这种不孝之子。闪开！我要开始装逼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嗨起来！菊花古剑喝酒。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，一足在日坛祭拜故人月亮。就这还好意思叫诗？小曲儿都比这强吧？风吹不散长恨，花染不透乡愁，雪映不出山河。这歌词有点意思，为何听了这歌，我有种躁动的感觉？沿着掌纹烙着宿命，今宵酒醒无梦，沿着宿命走入迷思梦里，回到唐朝。嗨起来！今宵杯中迎着明月，男耕女织丝路繁忙。今宵杯中迎着明月，五花天宝人杰地灵。今宵杯中迎着明月，只想莫非慈父满江。今宵杯中迎着明月，豪杰英气大千斤两。昏君！你搞得跟个金毛狮王似的，在这又唱又跳，你还比不比了？要是做不出诗来，就直接认输，少整这些没用的。你着什么急？这叫暖场，懂吧？暖场是什么鬼？就是在正式比赛前热热身，调节一下现场气氛，让大家嗨起来。嗨个屁！你要是做不出诗来，就赶紧认输，少在这瞎折腾。呵呵，区区桃花诗，不还是张口就来？小子，竖起耳朵听好了。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不可能！你一个胸无点墨的昏君，怎么可能会写诗？你肯定作弊了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义父作弊了？谁人不知昏君胸无底墨，他怎会有如此文采？小女不才，也算饱读诗书，从未在任何典籍中看到过这首诗。要想证明他不是抄的，除非他再作一首。区区一首，怎么显出我的才华？陛下若要作诗，小女子斗胆，愿为陛下抄录。爱妃，为本王斟酒。芷兰，比来，今天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好一句桃花依旧笑春风，此乃千古名句。长断春章欲尽头，杖离徐步立方舟。癫狂柳絮随风去，轻薄桃花。这不可能！他一个胸无点墨的昏君，怎能连续做出这等好诗？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好诗！好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马屁精！村南无限桃花发，唯我多情独自来。2月春归风雨天，碧桃花下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画楼春早，一树桃花笑。几首了？已经10首了。没想到皇帝居然如此有才。姓范的，一手吃10个头。来来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想让我磕头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父亲可是丞相，我姐夫是襄王。谁还没个后台？家父张尔赫，义父萧达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怕你不成？姓张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脸面是自己挣的，不需要别人给。说得好，昏君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劝你不要把路走窄了。愿赌就要服输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你能把我怎样？你们谁能让他给我义父磕头？磕一个，我给100两。范少，不能赖账啊！真男人从不欠赌账嫖账。1、2、3、15、16、99、100。张少大，谢谢张少，谢谢张六，哎，我爱你。你们别得意，下一局你们必输无疑。哼，话不要说太满，省得到时候打脸。咱们走着瞧。湘君姑娘，下一局比什么？下一局比射箭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局比试完全就是为本公子量身打造，谁人不知你手无缚鸡之力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范平文武双全，弓马娴熟，义父，这一局对您不利呀。这局比试根本没有悬念，皇帝输定了。昏君，听到了吧？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劝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省得丢人现眼。昏君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100个头，再给我把血舔干净，我考虑放水，让你输得好看点。狗掀门帘，全凭嘴上功夫。既然你想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我要加注，你输了，我要断你一条腿。好，你输了，我要你一条胳膊。青之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义父霸气。陛下，你太冲动了。爱妃放心，有赌未必输。来吧。花里胡哨，这弓是娘们儿用的吧？能赢你就行，管谁用的干嘛？牙尖嘴利，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先别急，
我先找找感觉。看来这局皇帝必输无疑了。丢人现眼。哎呀，脱靶了，新弓用着不顺手。就这水平，还想跟我比？义父，要不这局我来替你吧。皇帝文采飞扬，武功一言难尽啊，可惜了。你要不要也找找感觉？就你这种垃圾水平，我闭着眼都比你射得好，还用得着找感觉？好，你射吧。垃圾，轮到你了，姓范的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再敢多言，我让你当太监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瞎猫碰死耗子！义父，你太牛了，这都能射中，我好崇拜你！湘君公主，这局算谁赢？两位都正中靶心，难分胜负。接下来我们改一下规则，两位每人10支箭，待会儿他们放走手中的气球，你们谁射中的多，谁就是赢家。射活物我在行，昏君，你敢吗？呼怕呼！岂有此理！昏君的剑术为何这么好？老子可是省级剑术冠军。昏君，你曾经找茬是吧？那又如何？两位都是剑术高手，这局算平局如何2局比1平1负，第3局绝不能输。你的胳膊今天断定了。湘君姑娘，下一局比什么？下一局题目我来出。既当裁判又当选手，你这是输不起了吗？我还怀疑你们串通一气呢。好了，不要和他争了，让他出题，这样他才会输得心服口服。大汉刚结束，京城良价高居不下，名声多奸，天下之人皆骂你是昏君。骂就骂呗，反正朕又听不见。昏君竟然装耳聋，还真是活久见了。这小妞又附你我，今晚定让你跪地求饶叫爸爸。若顶着昏君的名头，你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？誉满天下者，未必不是奸臣贼子；放满天下者，未必不是明君良臣。皇帝这是在自夸吗？还真不要脸。我可没自夸，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下一局我的题目就是解决良价。区区良价，朕覆手可灭。在我面前吹牛，你就不怕闪了舌头？我爹都没办法解决。那是你爹笨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解决不了，你就去裸奔。不用3天，今天朕就能解决。鼎鼎，让你家所有粮店涨价10倍。是，义父。若粮价涨10倍，百姓岂不是要卖儿育女？我定要找机会除掉这个无道昏君。总有刁民想害朕。你们在这傻站着干嘛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停停停！这个曲子太闷了，朕来教你们。集美们，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口前，让我们一起擦擦玻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擦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擦擦玻璃，擦玻璃。淫词艳曲，不堪入目，礼崩乐坏，人心不古。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口嫌体不足。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咱们家粮食涨价后，外地粮商纷纷涌入京城，以8倍价格出售，咱家的粮食卖不出去了。义父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降价呀！万一他们也降价怎么办？那就继续降。他们把粮食运到京城，成本比你家高，看谁能拼得过谁。陛下，就不怕外地粮商把粮食运回去？一来一回，粮食成本要增加多少？这么高的价格，
他们卖给谁去了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去，让我们粮店降回原价。这样一来，外地粮商只能亏本甩卖，粮价应声而跌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昏君翻手为云，瞬间就把灾荒解决了，难不成传闻有假？小美人儿，别崇拜我，我会骄傲的。又开始自夸，臭不要脸！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少爷，粮价已经降到原来的70%了，我们还降吗？跟我拼价格！他们不想活了吗？给我继续降！再降下去，我们也要亏本了。我是差那点钱的人吗？不蒸馒头争口气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大家都是同行，没必要咄咄逼人。看在义父的面子上，先放他们一马。范征，看到了吧？治国立政我不行，坑蒙拐骗你爹不行。可恶，又被狗皇帝装到了。哼，盛会盛会，白银200万两。咱们走着瞧。诸位，今晚全场消费，本公子买单。尖叫声在哪里？皇帝大气，土豪做个朋友吧。义父，今晚你选谁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全都要。哈哈哈哈。殿下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西厂内线来报，昏君和张尔赫达成协议，两人共同出资兴建洛阳新都。堂堂天子居然跟一个商贾同流合污，萧达真是无可救药了。您知道他们一共出了多少钱吗？多少？1亿2千万两。1亿2千万两！看来昏君这是铁了心要迁都了。殿下，绝不能让昏君得逞，否则江南士族地位不保，殿下的大位也会付之东流。丞相有什么想法？杀！那派谁去做这事？找人假扮花国人。萧达杀了花国使者，花国报复，合情合理。美人，你花样真多，害得我腰酸腿软，走路都要扶墙了。谁让你不服输？见了女人就拔不动腿，早晚死在女人身上。你想不想赎身？不想。今天你对我好，不过贪图我身子，等哪天腻了就会弃若敝屣。哼，妹妹说的对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女人还是得靠自己。靠自己？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做生意。这事儿简单，我正好缺个白手套，要不你帮我打理生意？制盐、酿酒、肥皂、香水、玻璃、镜子、纺织机，这么多好东西，你从哪里弄的？你猜？装神弄鬼。好好干，等你成为大钱首富，我就靠你养活了。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吃软饭？吃软饭怎么了？吃软饭，我骄傲啊！难怪别人都叫你昏君，你是一点下限都没有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只要我没道德，那些大臣就无法道德绑架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装成昏君。不，我是本色出演，我本来就是个昏君。昏君，你不能厚此薄彼，我也要靠自己。那你帮我搞武器吧。步枪、机枪、迫剑炮、天炮，你什么时候会这么多东西啊？朕乃天子，生而知之。得瑟！义父，咱们去吃早饭吧，前面带路。三位客官这边请上座。这个不要，其他的都来一份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三位请慢用。我家破人亡，贫病老弱，无依无靠，妻离子散，没法活了。大爷赏碗饭吃吧。臭乞丐！
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昏君千万别发善心。这掌柜有问题，难不成饭菜有毒？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，要饭要到这儿来了，我打赏1000两。是义父。有没有搞错啊？给那么多，还真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啊！给钱啊？那没事了。大清早来要饭，亏不亏气？拿了钱快滚吧！哎，掌柜的，乞丐也是人，人只有钱都能来饭店吃饭。你这个月在这里吃饭喝酒过夜，我全包了。你包了？不吊我吗？我吊！哎，大爷里面请。多好的粮食不能浪费呀！糟糕，要是乞丐吃了油条，岂不是露馅了？果然饭菜有毒。大爷，这油条脏了，您不吃的话，给我吧。可以，你拿去吃吧。油条配豆浆，生活不紧张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乞丐坏了我的好事。臭要饭的，懂不懂饭店的规矩？敢从客人嘴里抢食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掌柜的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油条和豆浆是我义父给他，怎么不能吃？他不是脑子进水了，他是怕闹出人命。义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饭里有毒。昏君怎么知道有毒？这事除了我和范丞相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。原来是范云在背后搞鬼。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？我污蔑你了吗？那你敢不敢把地上的油条吃了，自证清白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当今天子。刺杀天子那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今天要是不能自证清白，你全家都得陪葬。饶命！饶命！我可以将功补过，陛下饶命！我也是被人胁迫才下毒害你。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说是谁让你下毒杀我的？要是出卖范云，我全家肯定不保。不如随便找个人当替死鬼。是不是想随便找个替死鬼？你以为不出卖你家人就安全吗？我敢打赌，你的家人现在已经上路了。不可能！陛下小心！陛下，你受伤了，不好，肩上有毒。什么？有毒？丁丁，你立刻放出话去，就说我被刺客重伤，箭毒深入骨髓。姐夫大喜，皇帝胳膊上中了箭，昏迷不醒。真的吗？我亲手射的，还能有假？那箭上我抹了剧毒，重者必死，昏君时日无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真是大快人心。宫里有什么消息吗？所有太医都被宣进宫，柳青便让禁军把皇宫围得严严实实，现在无法传递消息。柳青这是想干什么？他想造反吗？他哪有这个胆量？这只是禁军常规操作而已。皇帝若驾崩，皇位更迭，禁军必须确保皇宫安全。这么说来，皇帝死定了。范征，等我登基，封你当国公。谢殿下，哦不，臣谢陛下赏赐。殿下，此事不可大意。昏君没留下传位诏书，一旦暴毙，谁能继承皇位还两说呢。毕竟谢瑶手里还有50万大军，丞相手里有30万边军，我们可调边军入京。对，有了这30万边军，姐夫肯定有一拼之力。只是调兵需要虎符。丞相放心，此事我早有谋划。姐夫，这虎符从哪里搞的？掌印太监是我的人，只要30万边军进京，皇位肯定非殿下莫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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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。谢皇后娘娘。放肆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竟敢拦本宫！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见。本宫是皇后。臣也是奉命行事，请皇后娘娘不要为难臣。太医，陛下到底怎么样了？我哪知道皇帝怎么样了？进宫10天了，昏君的面都没见到。启禀娘娘，陛下中了毒，一直昏迷不醒。那陛下什么时候能醒？这个臣也没把握，少则半月，多则怎样？可能永远醒不过来。看来皇帝这次凶多吉少了，要早做准备了。1张3，王炸！不是吧？我1张3你就王炸呀？我就想炸你，不行吗？不要，你接着出。炸弹！不要！炸弹！你哪来那么多炸弹？手气好，不行吗？
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没了。 50亿把，台上250，三梯2000，三炸一春天，一人3万2，两人6万4。你俩指定是合起伙来出老千。出老千你也得拿钱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现金还是挂账？义父，您看我身上还有钱吗？签个字吧。明明说好3天，3天之后又3天，3天之后又3天，已经10天了。义父，你再不放我走，我家就要被我输光了。你态度对我好点，我这是在保护你，懂吗？因为整个大钱只有你知道我的身体状况，只要你踏出宫门一步，襄王谢瑶就会抓你去拷问。我告诉他们不就行了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难不成他们还会杀我灭口？你以为现在你还想出去吗？这娃还真实诚，就不怕皇帝记小黑本？爱妃，在我小黑本里记上，张鼎鼎要出卖我。别，我错了，义父，打牌，咱们继续打牌，钱没了还可以再去赚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陛下，这都10天了，你一直装病不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厂查到掌印太监把虎符给了襄王。陛下的意思是襄王要造反？对，我假装受伤，就要给他制造机会。义父，襄王会上当吗？肯定会。襄王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皇帝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不心动才怪。只可惜他被人利用了，却不自知。陛下这话什么意思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真以为范云想扶襄王当皇帝？难不成范云想自己当皇帝？你以为呢？这么说来，襄王是又菜又爱玩，被人耍了还不自知。我让你造的武器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造了一批出来。那好，立即送进宫来。好。陛下，边军入京了。好戏开场了。诸位臣工，陛下遇刺后一直昏迷不醒，政事无法处理，该当如何是好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臣请太子监光，皇后垂帘听政。臣等附议。丞相不发话是什么意思？臣自然是反对的。还有谁反对？臣弟反对。听闻皇嫂想垂帘听政，臣弟特来阻止。汉王未经传召，不得进宫。襄王这么做，形同谋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谋逆？我有传位诏书在手，谁敢说我谋逆？传位诏书在哪里？皇帝萧布，人品贵重，身消正宫，必能克继大统，擢及皇帝位。钦此。臣拜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不可能，这是巧诏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假传圣旨的逆贼拿下！来人！哈哈哈哈！皇嫂怎么不喊了？哈哈，不如我帮皇嫂喊一下。来人！诸位，我当皇帝，你们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臣赞成，陛下克继大统，必能保我大前国道昌宏延绵万世。怎么，太尉还要反对吗？赞成还是反对？见过陛下。皇嫂是要自己下的，还是我请你下？萧布，你不得好死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皇位终于归我了！哈哈，谁说皇位归你了？你不是昏迷不醒吗？这不是刚醒过来，听说有人要谋朝篡位，我就赶过来了吗？赶过来送人头吗？如今皇宫已被萧部包围，你就不知道先跑路以图后继？这皇后还有点脑子。你赶过来有什么用？难不成你还能扭转乾坤？为什么要扭转乾坤？我巴不得有人替我当这个皇帝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皇帝还想立牌坊，不要脸！皇帝就这么放弃挣扎，坦然接受了。只是什么？这个皇位，我不想让你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脑残。皇帝这是疯了吗？难道他没看出来萧部控制了局势？萧达，你挺猖狂，死到临头还敢跟我叫板？想让我死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整个皇宫都是我的人，你还想翻起什么浪花来？你进皇宫没遇到一点阻碍，你就没觉得奇怪吗？昏君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这是个阴谋？肯定是阴谋啊！哼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禁军的人早就被我收买了。要不说你脑残，你觉得禁军有钱就能收买吗？那是当然，
男人无所谓忠诚，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。只要我给的钱够多，他们自然会跟着我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皇帝应该张耳赫来当，他的钱比你多了。就算禁军没被我收买，我有30万边军在手，你能奈我何？所以，你准备一条道走到黑吗？哼，我觉得我还有退路。皇帝还跟萧达废这么多话，脑袋有包吧？丞相，你觉得襄王当皇帝如何？昏君如此断定，莫非他还有底牌？丞相，你别怕，朕不一定有底牌。不对，这肯定是个阴谋，昏肯定有底牌，襄王不能保了，一切全凭陛下做主。老狐狸果然是老狐狸，最善见风使舵。如果我说襄王是反贼，萧部，你个逆臣贼子，竟敢篡权夺位，还不快滚下来受死！范云，你敢背叛我？连你岳父都不支持，我劝你还是收手。只要你收手，朕既往不咎。想让我收手？做梦！如今优势在我，我需要收手吗？这可是你逼我的。难不成皇帝还真有后手？摆个手势吓唬谁呢？来人，给我杀他！怎么样，皇帝，你还要继续硬撑下去吗？我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活了。1个时辰后，30万边军听不到我登基的消息，就会攻打京城。萧部还真准备玉石俱焚啊！幸亏陛下早有准备。难道你没发现柳青不在吗？柳青不在又能怎样？30万边军曾经是柳青的属下，那又如何？柳青有圣旨，还有500万两银子，你说边军会听谁的？你，萧伯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想让我束手就擒？做梦！萧达，我当不了皇帝，你也别想！混账！臣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一举平定叛乱，拿下反贼。这次能平定襄王叛乱，全靠皇后一手谋划，我只是个工具人而已。我什么时候谋划平叛了？皇帝为何要把功劳推给我？莫非他有什么阴谋？这么大的事，皇后竟然一点都不跟我商量，此女断不可留情。好，好，好，都给你机会了，你们还想继续吗？看我怎么玩死！朕中毒昏迷后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丞相领着30万边军要将朕风光大葬。说我跟襄王是一伙的。丞相给朕准备了金棺材、金缕衣、金盆洗手。皇帝又准备打劫了。陛下，臣这就回去找一流的匠人打造。我看还是不用了，折现吧，就200万两吧。200万两，这不是要我老命吗？丞相不说话，是觉得朕要的多了吗？不多不多，臣这就派人送来。朕还梦到太尉为了配合丞相，下令沿途卫战给边军让路。皇帝这是点我呢。太尉还给朕准备了1万个美女，太尉想得太周到，知道朕最喜欢美女，朕非常感动。陛下，臣这就去搜罗美女送进宫。算了，朕的毒还没解，需要静养，让1万美女陪朕。太为难不了，还是娘干什么？200万两，如何？没事，陛下，等等，没事。太尉不会舍不得吧？区200万两，臣怎么会舍不得？臣这就回去准备钱。皇帝捞钱越来越不择手段了，谁说不是呢？简直是毫无底线。两位爱卿，忠君体国，真乃百官楷模，国之栋梁。谢陛下夸奖。不行，这200万两绝不能自己出，得想法赚回来。还想着捞钱，门儿都没有。陛下，襄王谋逆，当抄家灭族，臣自请查抄襄王府。查抄好玩吗？朕还从来没玩过。这次朕亲自去抄。陛下亲自查抄，这不合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皇帝什么时候变强势了？以后我会越来越强势。陛下，襄王该如何？先押入天牢吧，等抄了他家再定罪。参与谋反的30万边军发配到新都，接受劳动改造。陛下，襄王的总家产一共80万两。这个奸贼捞了这么多钱，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贪官，我一定要将5马分尸。陛下，刚才臣有一点点看错了，襄王的家产是380万两。谢瑶还真敢贪，禽兽不如啊！我一定要将襄王剥皮宣草。你知道是怎么样吗？怎么样的？首先把人埋在沙里面，只露出个头，用把刀从中间切开，扒开一个洞，然后把水银灌进洞口，人就会奇痒难止。能只会怎样？皇帝又要吓唬人了。难止就会找洞钻，这么巧，看到头顶有个洞，啾的一声就钻出来了，留下整张人皮，然后将草塞进人皮。太尉觉不觉得痒啊？陛下，臣看清楚了，襄王的总资产是1380万两，臣建议把钱全部搬入皇宫，等陛下点清后再送入国库。好，好。哎，没想到襄王居然贪了这么多。有记录的有多少？义父脑子糊涂了吗？太尉刚说完他就忘了。1380万两。有记录的。是380万两。不是吧？你有没有算错？太尉，襄王要是贪了这么多，传出去岂不是有碍皇家声誉？对，是臣算错了，有记录的是80万两。拿出30万两分给抄家的人，让他们把嘴巴闭紧，懂？蚊子再小也是肉，30万两不算白走一趟。剩下的50万两送到国库。如今国库缺钱少粮，朕很焦虑。有了这50万两，
朝廷也能轻松家伙，1380万两过手，就变成50万两，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？义父，这波操作666，堪称吾辈楷模。是不是觉得我很贪？岂止是贪，简直是贪得无厌。论贪赃，你认第二，天下没人敢认第一。这些钱朕不拿，也会被朝中的官员想方设法贪掉。义父既然知道官员贪，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？官员贪污从来都是上下勾连、左右同谋，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圈子，抓一个就会牵扯出无数人。如今的大钱经不起折腾，难不成因为法不最重，就任由他们胡作非为？当然不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兴建新都吗？陛下不是想另起牢灶吗？喜欢想造只是一方面，这还不简单？人都是为了享受有酒今朝醉。造新都至少要10年，为了10年后的享受，我花这么大力气，值得吗？好像不值得啊。那陛下为什么兴建新都？劫富济贫，我要把贪官和富人的钱交给百姓。合着义父让我爹雇佣百姓兴建新都，是准备劫我们家的富济百姓的贫啊！别人坑爹，你这是坑儿子啊！我这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爹。等新都建好，你们家就是与国同修的荣国公。谢义父，以后我就横着走了。陛下快跑！皇后拿着刀四处找您算账呢。姓萧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还年轻，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。你先把刀放下。皇后居然这么猛，看来我得抱皇后这条大腿。你倒是会见风使舵啊！妈的，就差一点点，老子一辈子的幸福就没了。姓萧的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为什么把抓襄王的功劳推到我身上？我这是在帮你立威啊！等你威望足够震慑百官，我就准备禅位给太子。你撒谎！我有必要跟你撒谎吗？皇后，如今朝中文官以范云为首，武官以谢瑶为尊。太子要是继位，你能压得住这2个人吗？如今皇后顷刻之间平定襄王谋反，太尉想动歪臣子，就会投鼠忌教。这么说来，你真是为了我好。当然，朕可以对天发誓，你要是真为了我好，就立即传位给太子。好。太子萧雨人品贵重，身消镇凶，必能克成大统，着太子即皇帝位。昏君怎么突然传位了？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狗皇帝这是搞什么幺蛾子？这么草率传位，就不怕朝野震动吗？不出乱拳，怎么打死老师傅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第1件，丞相范云协助襄王调兵，罢垂抚远大将军之职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襄王出示了虎符，臣才调的兵。幸亏襄王给你虎符，否则你就是参与谋反，该抄家灭族。是，臣谢太上皇恩典。这是鸡飞蛋打呀！第2件事，太尉主管天下兵马，30万大军调动，太尉居然不闻不问，是严重失职，罚俸1年，暂停4项一职，以观后效。应该是皇后的主意，去了他的相权。昏君的平衡之术玩得挺。怎么？太尉对这个处罚有意见？没，臣谢太上隆恩。第3件事，朕准备兴建新都，你们每人给朕找500个工匠，要顶级的。谁要是敢糊弄我，杀无赦。臣等遵旨。皇后，哦不，皇太后，京城这一摊就交给你了。义父，您可真洒脱，这皇帝说不当就不当了。对别人来说，地位是一种荣耀；对我来说，地位是一个枷锁。摆脱了这个枷锁，陛下想干什么？先做生意赚钱。义父，带我一个呗。今天就是带你来赚钱的。义父，这大钱皇家投资集团是干什么的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哟，这不是太上皇吗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？你这是在怨我吗？为了你，我连皇位都不要了。瞎话张口就来，他就不怕报应吗？妹妹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姐姐放心，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呢。我好伤心。行了，别装无辜了，那些商人都等得不耐烦了。诸位，欢迎大家参加大钱皇家投资集团招商会。这招商会是干什么的？还能干什么？就是找个由头敲诈我们的钱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太上皇敲诈了张二鹤1亿两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啊。是呀，只能破财免灾了。看来各位的热情不高啊。不过不要紧，大家先看一场秀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
香烟饮料、茶叶蛋、瓜子花生八宝粥、烧鸡肚蹄烤鱼片。各位老板听我说，投资集团吃得多，好嗨哟！走过路过莫错过，发财机会要把握，要把握！各位老板先别着急，秀要继续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穿着黑丝制服走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拎着包包，带着万万表走来了。美女靓，美女猛，美女引领时尚，咔咔整，跟着美女真洋气。Everybody， 这黑丝和制服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皮包和腕表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咱们接着看下一场秀。高端的服装往往需要最先进的缝纫方式。眼前的机器采用高端内耗机头、高雅吊漆工艺、高冷生锈踏板。太上皇，这缝纫机一天能做几件衣服？少则几十，多则上百。好家伙，这一台缝纫头顶几10个人。我们生产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做我们的代理商？当然想。大钱有2京13省140府，诸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代理区域。你实力强，可以选择1省之地；你实力弱，可以选择1府之地。太上皇，不知道做你们的代理有什么要求？要求不多，就一个：有足够的保证金，2京保证金1000万两，13省保证金是600万两，140府保证金是80万两。这哪是在招商，这分明是在抢劫，这比抢劫还赚钱。太上皇，这保证金是干什么用的？防止你们窜货。何为窜货？打个比方，京城是你的销售范围，有人眼红你赚钱多，就偷偷在京城里卖他的货，这就叫窜货。原来如此。一旦发现窜货，我们会直接没收他的保证金，并取消他卖我们产品的资格。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！其实这是在保护你们自己。试想一下，你们愿意别人跟你们抢市场吗？规矩就是这么个规矩。愿意做这个生意的，到香君姑娘这里交保证金。我要2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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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要2京，我要京南4省，穿越，我要5省。都别吵，排队排队。我要2京。李香玲玲，义父，你太厉害了，东西一点没卖就捞了1亿多。你要是做生意，大钱首富哪能轮到我爹？别说大钱首富，就是世界首富也不在话下。难怪义父不想当皇帝，你当皇帝屈才了。1亿9900万，2亿，2亿零100万。我的，全是我的，你们都不许动。以前那个视钱财如粪土的李香君没了，变成了小财迷。以前是我傻，你不是傻，是因为你们没见过这么多钱。 2亿多两，你就不怕我卷款逃跑？怕什么？只要我活着，我可以挣100个2亿，1000个2亿。吹，继续吹，大钱哪有这么多银子？大钱没有，海外有啊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海外市场不着急，咱们一步步来。太上皇，这么多钱我们该怎么花？先招300万人，在各地开办工厂。300万人，你疯了吗？一人1个月3两银子的工钱，1个月就要900万两，1年就要1亿多两，你上哪里弄这么多钱？那我问你，如果老百姓没钱，我们的东西卖给谁？再说了，百姓挣了钱，他们不吃不喝不穿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小河无水大河干，小河有水大河满。对，钱兜兜转转，又回到大河手里了。这么多钱，一时半会儿也花不出去啊。该干点什么？这还不简单，办学校。这是好事，让百姓学孔孟之道，习四书五经，教化万民，乃明君所为。你都说了明君才干这些事儿，我可是昏君，昏君绝不教这些。那你准备教什么？我准备从工匠中挑一批高手当老师，让他们培训工人技能。
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你降低四书五经的地位，就等于刨了读书人的祖坟。那又如何？百官都是读书人出身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一群府军而已，你就不怕他们造反？怕什么？读书人造反10年不成，连我都懂这个道理，更何况义父？难得你有这样的见识。一般，全国第3，跟着义父混久了，也学到不少东西。那好，你去帮我做件事儿。义父但有所差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准备让他干什么？你懂的。哦，我懂。你们2个打什么哑谜呢？男人间的事，你们女人少插嘴。反了你了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！丁丁，他到底让你干什么？义父让我帮忙选妃，果然还是男人懂男人，又选妃。不知义父想选多少妃子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难不成你想3宫6院72妃？再多点儿。难不成你还想后宫佳丽3000？可以再多点。3万！义父，人生100岁不过36000天，您这是准备天天当新郎，你腰受得了吗？瞧不起谁呢？你还真想选3万妃子？不是3万，不是3万，不是3万，你伸3个手指什么意思？不是3万，难不成你还想要30万？30万！我的老天爷，艳遇10女，天天如此，铁棒也得磨成针了吧？你义父我能艳遇100女，义父强都不服，我就服你！听你这意思，30万你还不满足？难不成你还想选300万？我去，300万！义父，你就不怕你的妃子给你戴绿帽？等，2位爱妃手下留情。说，你到底想选多少妃子？先选个300万吧，不够再说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义父，你想戴绿帽子直说啊，我可以帮你，你用不着走极端。选300万妃子给自己戴绿帽，听者伤心，闻者落泪啊！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像那么饥不择食的人吗？像，很像，非常像。我选妃可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不为了你自己，为了谁？当然是为了兴建新都的300万工人，那可都是青壮，聚在一起就是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炸。如果他们成了亲，有了孩子，就有了顾忌。那你也不需要用选妃的名号啊。不用这个名号，试问谁愿意把女儿送去洛阳给那些工人当媳妇儿？可这样一来，你在史书上就留下千古骂名了。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朕宁背万世之骂名，这叫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。义父高义，以身入局，乃万世楷模。这么大范围的选妃，会不会引起百姓抵抗？若有敢反对者，轻则下狱，重则诛族。用不着这么极端吧？罪不至死啊！死个3、5家，就没人敢反对了。不要有妇人之仁。帝王之道，大善无情，小善至恶。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看看，这群衙役又来给太上皇抢女人了。300万妃子，狗皇帝能睡得过来吗？岂止是寡妇，我7舅老爷3侄子家的无颜，丑的一批也被选进宫了。哟，你这是准备暴力抗法呀？你们别过来！谁敢动我妹子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哥，你别冲动，这群人渣没有一点人性。大兄弟，别反抗了！听说吏部尚书户部侍郎因为不想送女儿进宫，全家都被斩了，如今脑袋还挂在城门口呢。哎呀，胳膊拧不过大腿了，我跟你们走。大兄弟，只要你放过我哥哥。还是小妞识时务。
哥哥，妹妹，这是太上皇给你妹妹的聘礼，拿着娶媳妇儿吧。我要是有个闺女，给我10两银子，我立马奉上。呸！谁稀罕你的臭钱？要不要是你的事儿，给不给是我的事儿。狗官，你不得好死！唉，造孽呀！现在选了多少妃子了？已经有200多万了吧？伤亡情况如何？自从你把吏部尚书、户部侍郎全家抄斩后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百姓虽有怨言，也不敢反对。吏部尚书、户部侍郎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活该！谁让他们贪赃枉法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萧达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非得把大钱折腾没了你才甘心？你这是说哪里话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选个妃，搞得民怨纷腾，百姓怨声载道。我给钱了啊，他们怨什么声载什么道。给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哼，给钱就能为所欲为？一个普通农户嫁闺女，能收3、5两彩礼就算多了，我每人给10两，农户不开心死才怪。那为什么百姓骂你？不是百姓骂我，是读书人骂我。他们整天怨鬼怨神怨苍生，怼天怼地怼空气，骂我只是想博名声而已。以后不许你瞎胡闹了。放心，我马上就去洛城了。不过有件事我要提醒你。什么事？小心范云和谢耀，他们可都想当皇帝。我舅舅不可能造反，他对我忠心耿耿，你这是在挑拨离间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下旨免去谢耀的太尉之职，看看他会不会造反。襄王逼宫之时，皇帝把功劳推给我，舅舅对我多有怪怨，或许可趁此机会，看看舅舅是不是有二心。还对谢言抱有幻想。好，我即刻下旨。先别急，等我出京之后再下旨。义父，这就是我从工匠中选出来的高手，干得不错，以后这群人就归你管了。这不太好吧？义父不是要封他们做老师吗？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敢管他们啊？你个滑头，这是伸手跟我要官啊！不敢不敢！你帮我做事，总归不能让你白跑腿。这样吧，封你为正五品工部主事。正五品工部主事，我当官了！我居然当官了！还不赶快谢恩！谢义父，哦不，谢太上皇隆恩。好了，别拍马屁了。恭喜你们被选中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了。谢太上皇。听上去你们似乎不情愿啊。太上皇，俺们大字不识一个，朝中那些官老爷根本看不起俺们，处处给俺们小鞋穿，这官当得憋屈。你心眼也太小了吧！别人给看不起，你能少块肉；别人给你小鞋穿，你就走不了路了。你当官是为了建功立业，是为了人前显贵，是为了荫子孙，你在意别人眼光干什么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们要撸起袖子，加油干，活出个人样来。你们付出的一切终将得到回报，让那些瞧不起你们的人后悔去吧。你们要是没娶媳妇儿的话，朕还给你们送老婆。谢太上皇！没想到皇帝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居然能和一群工匠打成一片。走，诸位，跟我一起去建设美好家园，誓死追随太上皇，誓死追随太上皇。
恭送太上皇。大头六和丁三，至尊通杀！哈哈哈哈！我又赢了，给钱，给钱！这小兔崽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连台上好的钱都敢拿。尔赫，你这是掉泥坑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刚从工地回来，听说义父到了，就赶紧过来义父请安。你有心了。工程进度如何？这次采用雇佣制。被征调来的工匠干劲十足，工程进度很快。原计划10年能建好新都，现在最多需要3年。把速度降下来。义父，您糊涂了吧？300万工匠，1年的新房就将近1亿两，这省下来可都是我们的钱啊！你们啊，你们格局能不能大一点？眼光能不能长远一点？还请太上皇指教。来，我给你们出个题目。什么题目？义父说来听听。假设若若你卖饲料，湘君你养猪，鼎鼎你开肉铺，尔赫你开饭店，我是食客，你们的利润都是2成。我来尔赫的饭店吃饭，点了一桌10两的席面，尔赫就要拿出8两来鼎鼎这里买肉，鼎鼎卖肉就要从湘居手里买6两4千的猪，湘居养猪就要从若若手里买5两1米2的饲料。假设这个循环能继续下去，这10两银子最多能产出50两银子的产品。听上去好高深，这就是经济之道吗？如果我不吃这顿饭，后面这50两，没有任何人能赚到，对不对？一个简单游戏就将经济运行之理剖析得明明白白。太上皇大才，兴建新都，我们1年投下去2亿两，就能产生10亿两的效益，我们从中赚取1半，就是5亿两。5亿两，整个大钱都没这么多银子吧？哼，没银子不要紧，有纸就行了。以后我们不用银子，用纸币。用纸当钱，谁会要啊？湘君，你去发个告示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旗下所有的商号只接受纸币。他们会同意吗？主导权在我们手里，他们不接受就别买。如果强行推广纸币，是不是银子和金子就没用了？可以兑换成纸币，银子10块1两，金子100块1两。你为什么非得推行纸币？金银产量太低，印钱就不一样了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，简单省力。我操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要是我有台印钞机，岂不是眨眼间就能成亿万富翁？死了那条心吧，印钞机只有朝廷才能有，私人印钞形同谋反，抄家灭族。太上皇居然能看透人心，不能惹，千万不能惹。传太后懿旨，太尉年事已高，当颐养天年，赐金银珠宝若干，以酬太尉之功。太尉还愣着干嘛？接旨吧。臣谢太后恩典。你来干什么？听闻太尉致仕，作为同僚，特来恭喜太尉。哼，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。今天是我，明天就轮到你了。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就不用藏着掖着了。说吧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就是想和你聊聊咱们的太上皇，一个过了气的昏君，聊他做什么？昏君，太尉恐怕看走眼了。咱们这位太上皇可不简单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从他被雷劈之后，做事看似荒唐，实则处处精明。有吗？你想想，你我花钱买的官职是不是打水漂了？再想想，襄王造反，真是皇后拨乱反正吗？就算昏君算计了我们，他为什么禅位？这你都看不出来。昏君想另起牢造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他萧家的天下，他另起牢造不就是造自己的反？你我都是聪明人，你应该很清楚现在的朝局，
百官贪污受贿，以权谋私，结党营私，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大前朝只是吊着一口气，随时可能分崩离析。就算如此，昏君也没有自己造反的道理。造反有很多种方式，太上皇只是选择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法。怎么说？太上皇借兴建新都的名义，从工匠中招收能人，组建了一套全新的班底。一旦这群人成长起来，我敢打赌，他会第一时间杀回京城，把我们全灭了。这些都是你的猜测而已。我有真凭实据。这不是昏君新推出来的代金券吗？这算什么证据？每当新朝建立，车同尾，书同文，量同衡，币同形，这就是币同形。还有，你看，纸币上的文字就是昏君所创，这叫书同文。太尉，没想到吧？这么说来，昏君一直在伪装自己。对，他把我们都骗了。这事皇后知道吗？连你我这种老狐狸都被他骗了，皇后肯定被蒙在鼓里。让你治事应该是萧达的主意，岂有此理！昏君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太尉，不如你我合作一把。首领，您的信。传我命令，召集诸将议事。将军，大前送来的信。有喜，天昭大神保佑，我花国终于要翻身了。启禀太后，边关急报，蛮族20万大军压境，花国也起兵10万，乘1000艘战舰袭扰沿海城。丞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边军因参与谋反，被太上皇发配去兴建新都，新兵还未招募，如今大前缺兵少将，臣也没有好办法。太后，不如请太尉回来商议。舅舅被免职后也没有怨言，看来是我冤枉他了。都怪萧达这个混蛋，竟给我出馊主意。好，传旨，宣太尉觐见。太尉，情况你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太尉可有计策？蛮族20万骑兵骁勇无比，若没有50万大军，恐怕难以抗衡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臣带50万精卫北上御敌。太尉若把50万精卫全部带走，京城岂不就空虚了？花国人登陆怎么办？太后放心，花国人以前没有上过岸，只会沿海岸线袭扰我大前。有道理，那就有劳太尉了。义父，西上800里加急！蠢货！陛下，怎么了？蛮族、花国同时来犯，南宫丸把精卫全部派去抵御蛮族了。蛮族和花国同时起兵，明显是有阴谋。原本以为南宫婉够精明，足以支撑金陵大局，没想到不堪大用，遇事就糊涂。多说无益，现在该讨论如何接招。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。我怀疑谢瑶已经和蛮族勾结在一起，准备南北夹击洛城。不会吧？谢瑶为什么这么做？哼，因为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只能拼死一搏了。蛮族20万铁骑加上谢瑶50万精卫，我们根本打不过。义父，你还是赶快跑吧。对，快去收拾东西，我出去躲躲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爱妃，不是我不带你们，他们的目标是我。要是把你们带在身边，你们就危险了。那你要小心点啊！这傻妞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放心，我不会卖你。在洛城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跑哦。义父，我们往哪里逃？金陵。那我们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也去。赵震，
右眼跳什么来着？启禀太后，右眼跳灾。这2天我右眼一直在跳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？应该不会吧？太后贵为一国之母。范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谁放你进来的？太后，是咱家让丞相进来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背叛我！我也不想背叛太后，但丞相给的实在太多了。你贵为西厂厂公，已经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范云还能给你什么？丞相答应事成之后封我为异姓王，可世袭万帝。你一个阉人，又没有子嗣，世袭罔替有什么用？那就不劳太后操心了。范云，你撺掇襄王谋反，我已经放过你一次，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，竟敢勾结花人进宫刺杀我？哈哈哈哈！哦，别自欺欺人了。要不是萧达力挽狂澜，你早就在诏狱里。你就不怕萧达再度力挽狂澜？如今萧达已是丧家之犬，早就卷着铺盖去避难了，他还怎么力挽狂澜？谁告诉你我去避难了？你不是到避难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你就要问赵震了。赵震，你居然敢出卖我！丞相，冤枉啊！我没有出卖。赵震，我都回来了，你还怕他干啥？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我绝不会食言。等平定了叛乱，我一定把范云的女儿许配给你。狗皇帝，你这是在挑拨离间！丞相，你千万别信他！赵震，别演了，放心好了，有我在，范云不敢为难你。你一个阉人，还敢觊觎我的女儿，去死吧！你才不错，就是建议到你们刀上。你好狠！哎呀，丞相，没想到你一个文人，杀起人来眼都不眨一下，佩服佩服。接下去轮到你了。糟糕，昏君危险了！丞相先别着急，我给你看一个人。别救我啊！萧达，今天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求人教有求人的态度，你这种语气听着像是威胁，让我很不爽。萧达，你找死！你吓到我了。爹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不要跟他对着干。算你狠！你要怎样才肯放了我儿子？这个呀，你们当我不存在吗？不要杀我了，不要！丞相，你看到了，他不是我杀，你要报仇别找我啊！真毛叶菜，你敢杀我儿子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一个儿子而已，死就死了。等你当了皇帝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，生儿子还不简单？范云，你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为了当皇帝，连儿子的仇都不管不顾了。皇位若落在你手里，百姓岂不是要遭殃？萧达，用不着你来教育我。死到临头还有闲情跟范云斗嘴，真够猖狂。不斗嘴，怎么拖时间？大前皇帝，是不是你杀了我弟弟？你哪位？我叫真秦野菜。真鸡巴菜，这名字真变态。八个牙路，我叫真秦野菜。好好，那令弟呢？真秦野兽。哦，我记得他要和我决斗，既分高下也决生死，后来输了。所以你杀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，是范云杀了他。你血口喷人！很多人亲眼目睹，我有必要撒谎吗？八个牙落，范云，你敢骗我？真萧先生，如今大敌当前，你切莫中了昏君的离间计。范云，你人品不行啊，敢做不敢当。不过你杀了他弟弟，他杀了你儿子，也算报仇了。昏君，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。哎呀，被你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在等救兵？对，如今皇宫已经被花国人围得水泄不通，谁也进不来。想等援兵，做梦去吧！谁告诉你援兵一定是人？不是人，还能是神？对，我的援兵就是神！哈哈哈哈！你逗3岁小孩呢？有本事你把神叫出来，让我看看。好，那我就让你长长见识。太后，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。昏君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请神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急急如律令！
这么厉害，这是不能的儿子！米娜桑，故乡的樱花开了。可惜你们再也看不到了。太上皇，不要杀我！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城外有20吨花国大军，1个时辰后，他看不到我发的信号，就会起兵攻城。区区20吨花寇，不过土鸡瓦狗耳，朕覆手可灭。说大话谁不会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这样你死也瞑目了。大前皇帝，你的把花姑娘给我，我的饶你一命。对面的倭寇都听好了，故乡的樱花开了，小爷我今天送你们回去赏樱花。八个牙路，中原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走。太后，接下去场景非常血腥，希望你别怕。无差别射击。吐吧，吐啊吐啊，就习惯了。义父，加特林菩萨太残暴了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器，为何不早拿出来？我要是早拿出来，倭寇就不会上岸了。倭寇不上岸，我怎么找借口马踏东京赏樱花，脚踩天皇抽雪茄？这都是你的阴谋！我只是顺势而为，倭国人是你叫来的。好了，范云，上路吧。慢着，我想问个问题。满足你。你明明如此聪慧，为何一直要装无道昏君？我只是本色出演而已。当无道昏君多好，只要我没有道德，就不会被道德绑架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就不怕史书上留下骂名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名位于我如浮云，我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。鼎鼎，安排人手驻京众，勒石以祭。犯我大前者，虽远必诛。天哪！举手之间，一场兵祸消弭一空。萧达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？他会不会把我儿子赶下台，重新当皇帝？放心吧，那个破皇帝狗都不当。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吃得比猪差，干得比牛多，谁当谁是傻子？张鼎鼎不是昏君的小跟本吗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莫非张鼎鼎走投无路，想贿赂我？张鼎鼎，你找本太尉有何要事？太上皇托我给您带个话。昏君说什么啊？太上皇让你缴枪投降。白日做梦！太尉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太上皇说了，只要你投降，他保证你荣华富贵，金票大大的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慢着，太上皇给太尉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太尉看完之后还想杀我的话，我任由你处置。这范云父子勾结花口，其罪当诛，已被太上皇杀了。这不可能！他们的人头就在太尉面前，还能有假不成？机会只有一次，还望太尉能抓住。昏君在诈我，就算范家父子死了，京城外还有20万倭寇，肯定是昏君感受到压力了。否则，以我的罪名，死上10次都不足以平民愤。太尉不要指望倭寇了，他们已经被太上皇铸成京望了。不可能！京城只有1万禁军，倭国有20万大军，在太上皇那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太上皇说了，只要你交出兵权，避免大战，就赦免你的罪行。梦。良言难劝该死鬼。既然太尉一意孤行，那就准备开战吧。报，太尉，京城紧急军情。完了，张鼎鼎没骗我，昏君果然留了后手，而且手中有大杀器，否则不可能以一敌百。点点，你是太上皇的义子，按辈分来说，我是你的舅爷，咱们也算是亲戚。有事说事，找套近乎。如果我投降，太上皇真能放过我吗？对，这是免死金牌。那好，我投降。恭喜太尉选了一条活路。我现在能去见太上皇吗？我还以为你真跑到邙山去躲灾了呢。大敌当前，我岂能不战而退？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不骗你们的话，万一你们非得上战场怎么办？张鼎鼎到现在都不敢一个人睡，一闭眼就梦到打打锁魂。
那你也不应该骗我们。义父，人来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罪臣见过太上皇。你先站到一边去。花花世界，唯有德者居之。我也这么认为。那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大钱的武德。导弹打，大炮轰，白磷洗地，坦克冲，轰20歼35，弹幕徐进打本土，无人机大航母，东风快递往前杵，电磁枪，粒子炮，白定神女继续舞。你说我大钱的武德充不充沛？充沛，非常充沛。那你还想南下木马吗？不想，不想！我立马带领大军撤回草原。来都来了，不留下点什么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太上皇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，我一定答应。朕要你带领大军屠平花岛。好，太尉，朕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，你跟着打铁骑，一起去倭国。朕要倭岛寸草不生，人畜不留。臣遵旨。义父，接下去我们干什么？当一条理想的咸鱼。咸鱼的理想是什么？富国、强民、强军。